夜色深沉，鬼影重重。末世的小镇之上，野狗突然退却，一辆马车急速前行。遥远的未来，吸血鬼统治夜晚，但他们的数量正在减少，因为他们的头颅有着巨额的赏金。世间也因此诞生了一种赏金猎人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猎人蒂，他是吸血鬼和人类的混血儿，遭到吸血鬼种族和人类的唾弃。富商女儿被捉走以后，蒂便被富商邀请而来。女孩哥哥邦伦出来迎接蒂，告诉蒂他的妹妹夏洛特2天之前从家中寝室消失，而带走女孩的是一辆黑色马车。邦伦知道妹妹被吸血鬼贵族劫掠，他本来带着20人的搜查队追踪对方。邦伦给到50万美金的预付款，事成之后会再付1000万美金的报酬。而除了蒂，他们也雇佣了其他赏金猎人。猎人蒂追问，如果夏洛特被吸血鬼洗礼，自己又该如何处理？老父亲终于说话，如果必须结束夏洛特的生命，请尽量让他的女儿不要太痛苦。吸血鬼猎人蒂平静地加价2000万美金，尽管邦伦被气个半死，但是老父亲还是同意了蒂的要求。而破败的小镇之上，一辆装甲车刚刚到此。小镇已经被吸血鬼袭击，异化的吸血鬼从4面8方袭来。眼看整个镇子的人都变成了吸血鬼，几名赏金猎人走出了车外。此时远处山顶之上还有马蹄之声，马克思兄妹的首领波可夫射出一箭，却正被蒂直接接住。波可夫一看是同行，猜测对方也是为了夏洛特的事情而来。猎人蒂告诉自己姓名，便转身离开。波可夫看到蒂也参与进来，顿时心中有了主意，他准备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而此时雷拉却直接骑上机车追踪猎人蒂而去。蒂已经来到一处荒漠边缘，他当即伸出自己左手，手上的寄生兽开始探查。寄生兽感觉这沙漠之中有东西在迅速移动，此物正是沙漠浮鱼。蒂一看，直接骑马上前。很快蒂就来到吸血鬼贵族的避难所。再次伸手探查之下，发现此处有2男2女，蒂立马开始寻找出口。太阳很快落下西山，沉睡的吸血鬼贵族就要醒来。而此时雷拉也来到此地。黑色马车扬长而去，猎人蒂则飞身来到车上，他让对方交出夏洛特，而对方却毫无惧色。对方正是吸血鬼贵族林克，他也听过蒂的传闻，早就想见上一面。而蒂也听说过林克，传闻林克虽然是吸血鬼贵族，却从不向人类施展血牙。猎人蒂发现夏洛特居然在担心林克的安危，断觉事情有些蹊跷。而此时的雷拉已经伤势严重，眼看生命垂危，蒂最终还是对他施以援手，将雷拉救活过来。雷拉醒来，先查看自己是否被吸血鬼咬到。蒂告诉雷拉，自己只是取出弹片包扎了伤口而已。他让雷拉赶紧回去，赏金猎人的行业不适合女孩。马克思兄妹一行人继续驱车向前。博可夫知道被赏金猎人追捕的吸血鬼贵族只会去到一个地方，那就是野蛮族的领地。格洛普则关心起雷拉的伤势，而他也知道是蒂帮雷拉包扎的伤口。此时贵族的马车突然停在了前方，格洛普和雷拉留守，其他几人当即潜身上前查看情况。诺多手持大斧走到车前，眼前竟是一块破布，原来是障眼法。对方斥责波可夫几人胆大妄为，竟敢来到野蛮族的领地，就凭他们几人怎么能对付野蛮族的妖术？诺多让大家小心影子，而他自己则早已被刺穿了心脏。此时的蒂则打算从正门直接进入野蛮族领地。来到大门之前，他直接报上自己名号。沉重的大门终于打开，大厅内布满了野蛮族的人马。蒂下马搭话，请对方将女孩送出。
老族长一听，这他喵的跟我开玩笑吧！野蛮族已经接受某人的委托，负责守卫那位贵族，并且他们已经收到了丰厚的酬劳。而数千年来，野蛮族一直受吸血鬼召唤，在吸血鬼贵族背后帮忙做事，这种血仇关系维系至今。而今天，老族长更不会让地走出这里。与此同时，马克思兄妹也在监控着这一切。博科夫给格洛普注射针剂，要借助格洛普灵魂出窍的力量对付野蛮族，为诺多复仇。猎人帝告知野蛮族的长老，虽然今天自己会死在此地，可如果传出去，野蛮族为了对付一个混血儿，竟然出动了全族，这对于野蛮族的声望不是很好。野蛮族三护卫听到以后，当即请示族长，由他们3个来对付猎人帝就可以。老族长却是脸皮厚得很，他满脑子都是以多欺少，根本不管什么名声。可就在此时，格洛普的灵体杀到，三护卫赶紧驾驶马车离开。猎人帝也紧随其后。猎人帝被黑护卫的幻绳直接困住，凯尔则直接发射导弹射向了马车，绿护卫当即下车迎战。绿护卫闪身而去，留下黑护卫收拾几人。凯尔此时已经藏在车下，他知道几人此时就在附近，黑护卫则再一次藏在影子之中。猎人帝终于苏醒，寄生兽开始吸取空间，猎人帝再次挥刀而出，黑护卫发现帝挣脱束缚，决定赶紧解决掉波可夫几人。波可夫此时则小心地看着地上影子，他让凯尔不要再向前一步。黑护卫终于被解决，但是装甲车却已没了燃料。凯尔和雷拉只能前往附近的小镇补充燃料，而蒂则也顶着阳光症的风险来到了小镇之上。雷拉让凯尔先回去，自己有个好主意，正好对付猎人蒂。雷拉进到酒馆，要了一杯啤酒，治安官走上前让他交出配枪。雷拉把混血儿蒂的到来告诉了治安官，此时的蒂来到马房这里买马，30万的等价金币买了一匹黑马，而治安官则带人直接冲了进来。他告诉蒂，自己的小镇不卖任何东西给混血儿，可没想到关键时刻，卖马的老人却将枪口对准治安官。原来在多年以前，吸血鬼的贵族从小镇上劫掠了10几个孩子，镇民雇佣猎人蒂救出了孩子。事后镇民没有感激蒂，还因为蒂的混血儿身份将他驱离了小镇，但是蒂的恩情老人却并没有忘，因为他正是当年孩子中的一员。听到此处，雷拉也倍感惊讶，猎人蒂则在众人的错愕中平静离开。贵族的马车来到水边休息，红绿2名护卫一直保护着贵族。夏洛特走下车来，林克让夏洛特尽情享受，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沐浴在阳光下。猎人蒂悄然来到夏洛特这里，他询问夏洛特为何会袒护吸血鬼贵族。原来夏洛特爱上了林克，雷拉也在此时出现，他让夏洛特赶紧跟自己离开。此时猎人蒂却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，导致阳光症发作。寄生兽让蒂赶紧将自己埋进土里。雷拉告知波可夫，马车向雪纺湖方向而去，而后将猎人蒂埋到了土中。还完蒂的人情，雷拉准备离开。幸好闪电击中了绿护卫，雷拉总算逃过一劫。大雨滂沱之中，混血儿蒂总算恢复了过来。雷拉如此痛恨吸血鬼，只因为母亲被吸血鬼贵族同化，而自己的父亲也是死于吸血鬼之手。为了复仇，雷拉离开村子，最终加入了马克思团队。而猎人蒂则因为混血儿的身份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生活，只能选择了猎人的道路。大雨之中，两人分明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。雨过天晴，上进任务继续。凯尔和波可夫正在暗中观察着马车的行进方向，发现马车要去往传说之城赛伊特。两人决定在马车赶到赛伊特之前，利用前面的大桥解决整个事情，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。波
博可夫手持引爆器威胁红护卫不要乱动，凯尔则打开了马车大门，红衣护卫开启狼眼，一下就看清了桥底的炸弹设置。凯尔将夏洛特拉出马车，林克却顶着烈日灼烧的痛苦从马车中走了出来。凯尔不断挑衅着林克，夏洛特推开凯尔，直接跑过去拥抱林克。他抽出林克身上的弓箭，准备和林克同生共死。眼看太阳就要下山，雷拉在远处看到这一幕，急忙驾车前往。好在博可夫并没有死掉，林克受了重伤，却依然向夏洛特保证他们会前往星辰之海的夜之都，在那里再也不会有人类的干扰。格洛普劝说博可夫放弃任务，因为到了赛伊特城后，没人能从那里出来。但是死去的同伴如此之多，博可夫一定要替他们报仇，而雷拉也不想回头。红衣护卫知道城堡就在前方，他护卫的工作已经完成，自己选择留下来和猎人们来个了结。传说之城赛伊特是在5000年前和吸血鬼之王一起缔造盛世的卡米拉的城堡。卡米拉为保青春永驻，疯狂吸取人类血液，因为行径过于暴虐，激怒了吸血鬼之王，被吸血鬼之王亲手杀死。而其城堡自此便笼罩浓厚妖气，连吸血鬼贵族都不敢踏入。吸血鬼猎人蒂首任红衣护卫，他追问雇佣几人的幕后老板，但红衣并未说出。林克带着夏洛特见到了城堡主人，而城堡主人卡米拉则向二人展示了通往星辰之海夜之都的航船。林克对此充满无限憧憬，因为在那里再也不会有阳光和人类的打扰。卡米拉让二人去到房间，在房间中他已经准备了二人的衣物，两人换上盛装，夏洛特美不胜收。夏洛特已经准备成为吸血鬼，而林克却告诉夏洛特，成为吸血鬼会变得永生，会喉咙干渴，心灵也会变成野兽。他不想让夏洛特承受这些。林克准备将此事留在航船上再说，此时他要做的是要应对追踪而来的对手们。林克顿觉诧异，夏洛特正在屋中等着林克，却突然发现林克出现在镜子中，真正的蒂却来到城堡的大厅。博可夫和雷拉也开始行动，博可夫来到楼下，而雷拉则去到楼上。博可夫一看，竟然是两兄弟。雷拉也被拉进幻象之中，面前的女孩竟是年幼的自己，猎人蒂的幻象则是自己母亲。雷拉没能看穿一切，直接拥抱起年幼的自己。幸亏蒂出手，雷拉才捡回一命。卡米拉此时出现，博可夫此时出现，他抓住雷拉，威胁猎人蒂放下长剑。此时的夏洛特则走进幻象。鲜血顺着夏洛特脖颈流出，原来是卡米拉一直在幕后作怪。他引诱林克带着夏洛特来到此地，是准备用夏洛特鲜血唤醒自己真身。卡米拉直接对猎人蒂出手，卡米拉没想到蒂竟有如此力量，他猜测蒂就是吸血鬼之王的儿子，但是他也没办法认证这一点了。夏洛特在万般不舍之中倒在了林克的怀中，雷拉最终也没忍心扣下自己的扳机，但猎人蒂却挡住了林克的去路。雷拉拿下了夏洛特的戒指，关键时刻，蒂并没有刺中林克心脏，他拿到夏洛特戒指，从此世上再无夏洛特，他可以回去交差了。
多年以后，在雷拉的葬礼之上，猎人蒂来到了这里。